歡迎收聽《一道微光同志小說》，作者書野，故事馬上開始。梁浩天熱衷於與年輕人打交道，但更準確地說是調情。對他而言，游走於年輕男人的曖昧之間，是他最樂此不疲的遊戲。只見和他正在謝師宴上聊天的男學生腼腆一笑：我和朋友去年合夥開了家公司，目前公司業績還可以，剛能養活自己。是嗎？這已經很不錯了。梁浩天回應時，語調變得很粘稠，並自然地伸手拍了拍他的肩，捏了捏。還有在健身呢，不錯，非常好。你現在還這麼年輕，父母都康健，正是闖事業的好時候。梁浩天語氣悠然，他手放下的時候，順勢劃過對方停在桌邊的手背，動作低調又充滿了挑逗。梁教授，其實我一直很敬仰您，難得今天這個機會能跟您多聊上幾句。現在我們要不要換個安靜一點的地方，再喝一輪？好啊，但咱們說好了，我請客，走吧。說完，两個人很默契地放下酒杯，并肩走出了宴會廳，穿過走廊，來到酒店大廳。梁浩天曖昧的笑容一直掛在臉上，直到看見了大廳中央被一群學生簇擁着的林輝。林老師，走吧，跟我們一起去蹦迪吧。对啊，一起去啊，老師。以後再想像今天人這麼全就難嘍。我就不去了，蹦不動了，還是你們去吧。林輝婉拒時，目光越過人群，正對上不遠處的梁浩天以及他身邊的曖昧對象。他這是又有新的目標了。真是冤家路窄。也是，現在是畢業季，不止他們 A 大經管系有畢業生，附近的大學也不止 A 大一所。梁浩天腳下未停，並無與林輝寒暄的打算。擦肩而過時，他雖佯裝看不見，餘光卻還是清晰地感覺到了林輝那道直勾勾的如影隨形的目光。梁浩天剛走到門口，就被後面的一只手拽住了手臂。他不耐地回頭看着后面的人，略感意外。你幹嘛？跟我走。林輝語氣生硬。林老師，別鬧，我現在很忙，沒空。梁浩天用力甩了一下被抓牢的手臂，卻沒能掙脫。你。林輝冷冷地瞥了一眼旁邊的男學生。你可以走了，今天梁教授跟我有約。我什麼時候跟你約了？梁浩天壓低聲音。林輝，你有完沒完？不要以為周圍都是老師同學，我就不敢發作。我警告你，別逼我。林輝沒有理會梁浩天的警告，而是繼續給旁邊的男學生發狠使眼色。年輕人感受到了面前兩個人的劍拔弩張，也意識到今晚和帥氣教授的約會要泡湯了。他神情略顯局促，尷尬地打圓場。梁教授，既然您現在不方便，咱們改天再約吧。那我先走了，再見，梁教授。哎，你別走啊，我真沒跟他約。眼看着男同學姗姗離去，梁浩天一手叉腰，一手煩躁地揉着眉間。林輝，你到底想幹嘛？林輝慢慢鬆開手，語氣倒是恢復了平靜。跟我走。不去。陪我去剪頭髮，快點。剪頭髮？你說什麼？你明明聽到了。林輝轉過身，徑直朝遠處走去。我就是沒聽到，再說一遍能死啊！梁浩天在原地翻了個白眼，可腳步卻不由自主地加快，跟了上去。他跟着林輝走了不知多長時間，直到看見前方那道身影拐進了一家街邊理髮店。那家店不大，卻透着濃濃的小資情調，選址考究，裝修精緻，一看便知價格不菲。他走了進去，站在了林輝後面。店員見來客人，趕忙殷勤地迎上來。林老師您來了，今天還是照舊做個護理嗎？不，今天來剪頭髮。林輝語氣平淡。剪掉？店員一愣。那剪成什麼樣呢？板寸。店員表情誇張，只見他倒吸一口涼氣，滿臉不可思議。不會吧，您這頭髮養了這麼多年，怎麼突然要剪了？您真捨得啊？沒事，剪吧。好嘞，那先請您到那邊洗個頭。他邊說邊招呼了旁邊一個年輕男學徒。你來給這位客人洗個頭。哦。那這位客人。說話的人看向梁浩天。我等他。好的，您請這邊坐，想喝點什麼？我們這兒有咖啡、茶和飲料。說到最後，他指了一下旁邊那台透明門冰箱。可以給我來杯白水嗎？好的，您稍等，馬上來。謝謝。梁浩天挑了個舒服的姿勢坐下，百無聊賴，隨手從旁邊一摞雜誌上拿過來一本，放在自己翹起的二郎腿上，有意無意地翻着。沒過一會兒，就看見林輝腦袋上頂着一塊毛巾走了過來，身邊年輕小伙給他領到了一個空位上。梁浩天慢條斯理地合上雜誌，放回了旁邊，然後端起面前矮桌上的一紙杯，抿了一口水，前面翹起的足尖開始微微晃動。他悠哉悠哉地抬眸看着眼前的林輝，嘴角帶笑，那架勢仿佛他正端坐在大劇院的頭等坐席，
靜候着一場期待已久的大戲拉開帷幕。林輝從鏡子裡與梁浩天對視，看到他得意的表情，一臉的不以為意。哼，隨便您梁教授看，這戲本就是給你瞧的。這時，理髮師拿掉毛巾，拎起一縷濕潤的長髮，再次確認道：“林老師，那我可真下剪子了。”剪。林輝吐出一個字：斬釘截鐵。這第一剪子剪下去，也只用一個字就能形容梁浩天的心情：爽。不對，3個字：爽歪歪。看着髮絲如雪花般大片大片的飄落在地，他竟生出一種難言的快感。隨着地上的頭髮漸漸堆疊成一座小山丘，林輝那張輪廓分明的臉也重新的顯露出來。好了，您看看怎麼樣？理髮師接下圍在林輝頸間白色的布，拿着軟毛刷子利索地清理着林輝脖頸處的碎髮。林輝用手呼拉了一下自己的新髮型，有點扎手。對他來說，這絕對是種全新的體驗。他回頭看向梁浩天，看見他正直勾勾地看着自己。你覺得怎麼樣，梁教授？哇塞，真的很帥，比長頭髮強多了。不錯，效果很好，這個髮型很適合你。說的時候，梁浩天的眼神閃過一絲迷離。他剪了頭髮更顯陽剛了，好像比之前多了一種凌厲的攻擊性，但我喜歡。旁邊的理髮師也表達了一下自己的感受，效果非常好，完全是另一種感觉。主要是因為您長得帥，底子好，什麼髮型都會很適合您。林輝笑了笑，轉頭又看了看鏡子裡的自己，片刻起身走到前台付了錢。歡迎下次光臨，兩位慢走。兩個人一前一後走出了理髮店，並肩漫步在深夜的街頭。夏夜的晚風帶走了白日的燥，卻吹不散空氣中那股黏糊糊的熱。街道兩旁的槐樹葉在昏黃的路燈下微微搖曳，投下斑駁交錯的碎影。遠處偶爾傳來幾聲不甚分明的蟬鳴，襯得這個午夜更加寂靜而深邃。梁浩天身邊的林輝不停地抬手摸着自己的脖頸，時不時抓撓幾下，同一個地方皮膚都被撓紅了一片。別撓了，都撓紅了。梁浩天提醒：“你幫我看看，這碎頭髮真可恨，怎麼弄都弄不掉，癢死了。”林輝停下腳步，梁浩天伸手扯低他的衣領，俯身湊近細瞧。確實，他脖子後面散布着許多細小的髮渣。他試着用手拍了幾下，卻無濟於事，索性湊到近處，使勁吹了吹。微熱的氣息掠過皮膚，林輝下意識地縮了縮脖子，隨之耳朵尖紅了。弄不掉，貼得太緊了。梁浩天鬆開了他的領子，得回去洗個澡才行。好主意。那現在回我那兒一起洗啊。哼，梁浩天只笑沒說話，對方眼裡的期待，他當然看在眼裡。那就走唄。翌日3中，唐玉成，再有2天就放暑假了，你到底想好了沒有？方卓站起來，雙臂交叉在胸前。想好了，給你補習沒問題。哎呀，太好了，這下我總算放心了，可以回家跟我爸媽交代了，讓他們也感受到他們兒子我到底下了多大的決心。唐玉成笑了笑，走，先去吃飯，具體的飯桌上說吧。好。食堂內人聲鼎沸，比平時熱鬧了不少，畢竟是要放暑假的節奏。唐玉成和方卓端着餐盤坐好。你今天很有胃口啊。唐玉成看着方卓餐盤裡堆成小山的飯菜，旁邊還擺着一份雙皮奶。可能因為早上我沒吃早飯吧，所以現在特別餓，看什麼都想吃。不過我胃口一向不錯，不然哪能長成現在這麼個大高個兒。我跟你說。突然面前有說有笑的方卓噤了聲。低頭吃飯的唐玉成不解地抬頭看着他，然後順着他的視線轉頭看向自己的後方。只見陳野正端着餐盤站在不遠處，目光肆無忌憚地橫掃過來，最後停在他們這邊。他看起來不像是在找座位，因為他的旁邊就有。方卓迅速低下頭，恨不得把臉埋進飯裡，生怕與他對上眼。然而唐玉成卻在眾目睽睽之下舉起了手，大方地朝陳野示意，把這位出了名的問題少年請了過來。唐玉成，你幹嘛？方卓壓低嗓門，但很快就收了聲，因為陳野已經帶着一股不容忽視的氣場，穩穩地坐在了他的對面。陳野側過頭，與唐玉成打了聲招呼，然後交談了幾句。方卓看着這一幕，腦袋頂上飄起了一堆問號。他倆什麼時候這麼熟了？這個暑假我們3個一起補習。唐玉成平靜地宣布。方卓的眼睛瞬間瞪得渾圓，他沒敢當面反駁，內心有一個小人卻在瘋狂吶喊：唐玉成，這種燙手山芋你也敢接？你到底是有多缺錢啊？